Hello，大家好，这里是 Dimo 去中心化周末，让你今天不白过。今天这期视频呢，要跟大家宣布以及介绍一个非常重磅的消息。北京时间10月31号，香港召开了 FinTech Week， 由香港金融管理局联合举办的金融科技周活动。那在此次活动上，香港也是宣布了一个非常重磅的消息，标志着香港将全面拥抱以及开放 Web3。此次活动今天是第一天开幕，就迎来一个非常重磅的消息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这个 YouTube 的直播啊？那在直播当中呢，也是介绍了很多关于 Crypto、关于 Web3 的一些行业的介绍以及期许。其实我在很早之前我就预料到会有这么一天，因为我们参与到这个行业的人都知道，这个就是未来的一个发展的方向。而且香港作为一个亚洲金融中心，金融它就是逆水行舟，你不进则退。如果我们不开放，不去拥抱这个世界新事物的发展的话，那我们的机会就将拱手交给其他的更愿意开放、更加开明的国家，比如说新加坡。然后呢，这一次会议不仅仅只是在口头上的一个说我要发展 Web3， 拥抱 Web3， 那同时也是发布了一个官方的红头文件。那这个文件呢，也就是表明了香港对拥抱 Web3、对开放 Web3 的一个力度和决心啊。那这一篇文件呢，我跟大家简单的进行一个梳理和介绍吧。首先在一开头，这个文件就说了，我们认同 DLT 和 Web3 有潜力成为金融和商贸未来的发展趋势。那在之后呢，就详细的介绍了怎么样去让香港进一步的去拥抱 Web3。首先第一点就提到了监管啊，那监管无疑是政府以及投资人所关注的第一步，因为只有适当的监管才能够吸引更多趋于保守的投资人进行更集中的参与。那第一步呢，就是香港宣布可以给 CEX， 也就是中心化交易所发布合法经营的牌照。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很多的交易所为什么留不住，不能够留在某一些国家呢？就是因为不认可交易所的存在，不给它发放一个合法经营的牌照。如果我的视频对你稍微有一点点帮助的话，请大家对我的创作点一个赞，同时点击关注并打开小铃铛，你将最快速获取Web3前沿信息。那现在最大的交易所币安呢，也是在全球拿到很多牌照。那我相信不久的将来，币安也是很有可能在香港拿到这样属于它的牌照。然后文件接下来提到了对散户参与加密货币投资以及加密货币 ETF， 还有对于稳定币从之前的不鼓励甚至有些反对的态度转变成为开放甚至略微支持的一个态度。这个地方呢，我认为将给我们的市场带来很多新鲜血液啊，非常大的一个利好消息啊！大家可以想一下，如果说一些投资者他手上有闲钱，他想去投资，但是他又不太了解 Web3， 不太了解加密货币，那他这个时候呢，他就会去看一些的政府或者说金融机构给他的一些建议。那如果投资组合它不合法或者说不被提倡的话，他就会觉得风险很高，那他就不会去参与。那现在政府态度的一个转变的话呢，是相当有可能吸引更多的新鲜的场外资金来入场的。那这也就是我标题所说的，这或许将成为牛市重启的一个破局。文件的最后呢，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香港金融科技周 FinTech Week 宣布发行了一个属于自己的 NFT。这个 NFT 呢，可以理解成为是半官方发行的一个 NFT， 也是一个很有象征意义的事情。我个人觉得，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前段时间星爷注册了 Instagram， 然后在 Instagram 发布了自己的首条推文，然后宣布要招聘 Web3 的人才。我当时还觉得很纳闷，星爷一个演员一个导演和 Web3 不搭嘎，为什么要去招聘 Web3 的人才？现在我明白了，星爷有内幕消息啊。那其实早在这之前呢，香港就有很多媒体、个人商户以及其他的交易所都已经开始在香港进行一个布局和宣传的工作了。那这个文件的发布呢，我个人觉得这将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一件事情。这或许就是点燃火箭的那一根火把。因为香港这一次是发布了官方文件的，所以这其中背后的深意、更大布局的试点，大家可以去有一个想象。虽然说是一国两制，但是这个制定者到底是谁呢？这个我觉得不用说明，大家应该也会有一些的见解。所以如果说香港的试点成功之后呢，会不会有一个更大的市场等待着我们呢？
那有些朋友会说，你这不是天方夜谭吗？怎么可能会有那么一天？其实这个就好像是那些比特币的反对者，他们说比特币是没有意义的、没有价值的，比特币是会归零的。可是比特币每一次都打了他们的脸。然后我想以我很喜欢的一句歌词来结束今天的这期视频 ：You may say I'm a dreamer, but I'm not the only one。那这个直播回放链接还有这个红头文件呢，我也会放到视频的描述栏底下，大家可以进行一个查阅和研究。今天这期视频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希望大家点赞订阅，拜拜，明天见。